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今天是2026年5月2号，那么4月的交易日在本周四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呢，Ace 在本期视频会做一个4月的美股投资总结，同时呢，会分享我现在最新的持仓情况，以及对我持仓的个股或者一些我感兴趣的股票，我会对它们进行一个一一的分析，包括一些位置的解读。屏幕前很多观看我视频的朋友，其实都还没有订阅我的 Money Life 美股频道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同时呢，Ace 在最近几周开通了 Twitter，也就是 X 平台的账号，叫做 Ace from Money Life 美股频道。我会时常的发一些感兴趣的内容，包括原创的或者是转发的内容，欢迎大家在 Twitter 关注我。而在我的 Patreon 会员社群，目前加上免费订阅的朋友，已经有超过5000人加入了这个社群。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加入我的 Patreon 社群。比如说，如果你选择加入第一个 Ace 的交易更新，其实可以有7天免费试用，先试了，觉得对你有用，才开始付费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持续支持。正在观看本期节目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美股4月的收益如何？我相信都是相当不错的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现在展示的是 QQQ 纳斯达克100指数在过去几个月的表现。那么很明显的有一个 V 型反弹，这个反弹正是从3月30号低点起来的，一直涨，整个4月都在涨。根本没有几天是下跌的，涨到5月1号还在涨，那么涨幅高达20%，非常的炸裂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们持有像光、存储这样热门的 AI 基础设施的一些子板块，那你的收益肯定爆炸了，肯定比这个20%的反弹要炸裂得多。哪怕你没有持有，像我就没有去重仓这些股票，虽然是有一些交易，不过仓位不多。只要你不是持有一些本年度表现非常糟糕，特别是不要重仓，比如说像特斯拉这样的股票，相信你的收益也是很不错的。S 自己的情况在4月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好转，虽然说目前 year to date 今年2026年20.8%接近21%的美股收益率，没有像屏幕前的一些朋友那么高，但是毕竟我是从3月、2月乃至1月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赚钱，甚至亏钱，直接反转了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尤其是4月最高点 year to date 的收益一度来到了30%多，最近一周是回落了一些，不过对于目前接近21%的美股收益，前4个月来看，我也是相当满意了。刚刚我们已经看了 QQQ 纳斯达克100指数，它今年其实上涨了接近10%，而我图中对标的黄色线，也就是标普500指数，今年其实只上涨了5点几。那么从历史收益来看，自从过去1年半 Base 重新进入美股以来，目前的收益达到了160%以上。对于目前4月的表现，我还是相当的满意的，也是算今年开始赚钱了，希望接下来能够继续顺利。再来看我目前最新的持仓比例，先来看个股吧。火箭实验室48%，同时呢，本周我买入了火箭实验室的2倍 ETF RKLX，有3%的仓位，所以火箭实验室单只股票相关的仓位就已经来到了51%。而我最近也在持续加仓 SATS，因为这只股票又开始下降了，那我觉得又有机会了，就再开始同时买入正股，然后呢，同时加仓卖出看跌期权。所以上方 option total 有负的14%，这负的14%里面应该有大半都是 SATS 的卖出看跌期权。待会儿当我们说到 SATS 个股的时候，我会详细的阐述目前我对 SATS 做卖出看跌期权的一系列的看法。除了太空之外，特斯拉没有怎么变，尽管它财报后下跌，现在反弹了一些，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操作，目前还是23%的仓位。那么我刚刚提到，如果你在2026年重仓，比如说超过50%、60%、70%特斯拉，那么今年要实现正的收益是比较难的。还好这几天特斯拉股价反弹了一些，有一些朋友之前很担心它会掉下350，甚至掉下300，目前看来不用过于担心了。而英伟达，我在最近有小小加仓一些，目前仓位来到了7%。同时呢，英伟达我还有卖出看跌期权，也有一个远期的27年6月到期的 Leap Call。然后在下面是 Palantir 和 EUSE， 他们的仓位都没变，4%和2%。其中 Palantir 下周一、下周二马上就要发财报了，到时候 Ace 也会为大家详细的解读。
接下来 Hims Hers、TMDX 都没变。Strategy 呢，我是在5月1号，也就是周五再次执行了5月的定投，因为目前我的成本是190多，依然高于现在 MSTR 它的股价，所以我的原则就是，只要现在的股价低于我的成本，那我就继续买，分摊成本，把它平均摊下来。然后呢，如果它股价涨上去了，比如说我现在的期望是比特币可能到了一个阶段性底部，可能要开始反弹了，涨到我的成本价190多以上，我已经开始出现浮盈了，可能就停止定投了。因为现在目前 MSTR 我的仓位来到了7%，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高了，不能再继续定投。最下面Circle 是买了卖，卖了买，目前又买了一些回来4%的仓位，待会儿也会详细说到关于 Circle 这家公司我最新的看法。再回到顶部，简单看一下我的现金部分，目前现金是负的15%，所以就是说，在过去几周我尝试着减仓，不过没有真正的减下去，因为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机会，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SATS，我也是有持续的买入，所以呢，现在 cash 部分又上来了，目前融资的部分是比之前的不到10%，稍微高了一点点，来到了15%。好，我们来看具体个股的图形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两家大的科技公司，分别是英伟达和 Meta。那么英伟达它在本周初一度冲到216的新高，看起来走势非常好。不过很可惜，在过去3个交易日就持续的下跌。现在呢，好像是以红色的20日均线为依托，把它拖住了。那么我自己是在200不到，以及它涨到210，2次都加仓了。对于目前 AI 基础设施板块，我依然非常看好英伟达，而且它目前的 PE 水平，特别是 Forward PE 是相当的低。相比较于其他一些 AI 基础设施热门的子板块，英伟达目前看起来就非常的香。所以我目前有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如果英伟达它又不争气，你比如说它的股价从现在的198、200左右，又跌到这条紫色的虚线近1年筹码峰182的附近，甚至跌破。你比如说在3月底的时候，它一度来到160多，其实在160多我也加仓了英伟达的正股。一旦它跌破筹码峰，靠近之前的一个低点160、170，我可能就考虑把目前手上的正股转为2倍英伟达 ETF。那么有朋友可能好奇，为什么英伟达已经横盘半年多了，我还要有这种操作的计划呢？就是因为对于英伟达这家公司，我一直都是坚定不移的看多，我并没有因为最近一些其他 AI 基础设施子板块的火热，或者是像美股七姐妹里面谷歌股价的火热，就觉得英伟达不行了。相反，我的看法是看多英伟达，而且目前的估值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再看吧，看它能不能跌到紫色虚线近1年筹码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告诉大家是否我要把目前英伟达手上的股票转为2倍 ETF。美股七姐妹里面，本周我有一个新增的操作，就是做了一个 Meta 的 Sell Put 卖出看跌期权。那么我卖的是大概1年之后，27年4月份，行权价是550，然后平衡价就是500不到，因为拿了差不多$5100每手的权利金。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卖出看跌期权？其实我对 Meta 一直是有一点兴趣的。因为 Meta 它的是广告业务，它这个现金流是毫无争议的，而且之前 Ace 做过广告业务的相关视频，做过 AppLovin 这样的视频，所以对 Meta 的业务还算有一定的了解。而且前一段时间和朋友吃饭，他就说现在 Meta 非常的卷绩效、卷成绩，而且 Meta 也在裁员，所以我觉得 Meta 是有潜力爆发的。虽然现在它的大语言模型发展不是很顺利，不过最近它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型，我觉得之后会有转机。也是通过比较保守的方法吧，通过 SP 去建仓，暂时没有买入正股，因为现在我的总体正股仓位太少了。从图形上看 ，Meta 近1年的筹码峰是670，本来之前财报前都是稳定在这个筹码峰上下了，眼看如果财报好一些就会向上突破，可是呢，财报之后它暴跌了。其实它的财报没有那么难看，而且相较于同时发布财报的其他4、5家公司，你比如说谷歌、亚马逊以及第2天发布的苹果等等，其实剔除了一次性收益之后 ，Meta 的 Forward PE 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是有一些吸引力的。接下来来看我最重仓、最重视的公司火箭实验室，这里我会同时说 RKLB 以及2倍做多 RKLB 的 RKLX。
那么 RKLB 本周呢是起起伏伏吧，它在周四是大涨了7%，但是周五呢又下跌了，整一周下来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起伏，对，和上一周周五的收盘价是差不多的。不过从图形上看，我觉得 RKLB 目前我是挺满意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红色20日均线、蓝色60日均线、黄色120日均线已经在一周多以前实现了完全的多头排列，而且我们看到在周三的时候，这条下影线是去补了之前4月16号左右的这个缺口，所以缺口补好了。而且呢，周三、周四周五，不管它是涨还是跌，至少它的收盘价都是在红色20日均线上方的。那么基于以上的判断呢，我就是在它周三下跌的时候进行了 RKLX 的建仓，建仓的位置是白色的虚线，大概是32.8左右，算是买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。目前是不打算一点点盈利就卖出，我要等到财报之后再来看是否要卖出买入的这个 RKLX。然后我再说一下对于下周五即将到来的火箭实验室2026年一季度财报的看法。我的个人看法很简单，就是对于财报的数字我是看多的，不仅是本季度财报的数字，而且对于接下来2季度的营收指引我也看多。但是我想说，对它的财报数据看多，不一定它的股价一定会涨，或者是不一定会涨多少，还是要提示一下风险。为什么看多呢？其实分享过很多次了。首先，增发10亿美金的大型收购，现在都还没有消息，我相信财报上一定会透露一点什么。其次呢，Mynaric 收购完成了，意味着从2季度开始，Mynaric 的部分营收已经可以开始计入2季度的营收指引了，也就意味着接下来2季度的营收指引应该是要有一定幅度的增加的。所以从指引来看，有一个外部的比较确定性的利好。然后呢，在中指火箭方面，之前出事的1级 Tank 应该差不多快要好了，甚至已经好了。然后我一直在等待的阿基米德引擎 QC，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时间可能要宣布了。所以关于刚刚我提到的 Mynaric 收购导致2季度以及全年营收指引上调，还有就是这个1级 Tank 阿基米德可能的 QC， 还有就是10亿美金到底要拿来干嘛？这些东西要么管理层会在财报上主动的披露，主动的说怎么样，要么这些分析师一定会去问的。所以我认为从这次财报一定能听到一些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东西，而且我是偏积极的态度。有朋友可能还是问 S， 你在它前高80到100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买，那么现在股价又几乎重回到了80，为什么现在你去买2倍 ETF RKLX 呢？其实一部分原因是技术面，我觉得要跌破红色的20日均线不容易，现在市场这么好，不具备这个条件，特别是新建下次试飞已经确定了，5月12号512，而且接下来就是 SpaceX 路演上市，所以我觉得外部条件很乐观，和之前的看法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。而且火箭实验室现在拿到了 SDA 第3批次的合同，又有各种这种消息出来，包括刚刚提到的大型收购，包括 Peter Beck 不断出来放话，说自己的愿景是什么之类的。而且我在之前 Twitter 也和大家分析过 ，Peter Beck 明确的在一次线下的和投资者的对话中说，他们经过内部的评估，认为 SpaceX 上市对于火箭实验室的股价应该是利好，至少是中性的，他们不那么悲观。所以呢，我选择相信他们管理层的这种评估，就不要自己去瞎猜了，就不要觉得 SpaceX 上市，火箭实验室资金会被抽干之类的这样的自己下自己的结论了。接下来来看 SATS。关于 SATS 这家公司，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，就是它的下行空间有限，但是不要太期望它直接就暴涨，或者是像比如说 VSAT 这样比较强势的太空股票、卫星股票，就是没有回落。那么 SAT 在1周多以前从137又回落了，甚至一度回落到这条白色的虚线115上方一点点。我的想法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它一旦回落到120以下，我就会慢慢的加仓。所以呢，在它120以下的时候，我有买正股，而且呢，我也决定持续的做卖出看跌期权。所以呢，我在之前做了比较激进的2026年12月到期的125的卖出看跌期权，又把这个仓位加上去了。其次呢，我告诉会员朋友们，我决定做短期的，每周做一次的 sell put 卖出看跌期权。
那么我其实在2周以前已经做过一次了，当时选择的行权价是115，2000的权利金已经拿到了。然后在昨天呢，我又做了下周五到期的，同样是115行权价的这个卖出看跌期权。如果到时候股价是在115上方，那么我又可以拿大概2500的权利金。我每周现在都会去做，一直做，做到 SpaceX 上市，相当于是做一个试验，看这样子下来我能拿到多少权利金。那有朋友就问，你拿这2000、2500的权利金，你买入多少手呢？我的操作是10手，也就是1000股。那么1000股就代表着，如果要去行权的话，我就要利用115乘以1000，也就是11.5万的资金去买入。我现在都没有现金怎么办呢？就是基于我认为 SATS 它真的跌不下去，这个我自己个人的判断，哪怕是融资买入了，如果之后它回弹，我再卖出也是可以的。我不认为它现在具备这个条件去跌破110，甚至是更低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了115这个我觉得比较中间的价格。当然了，之后的这个短期的 sell put 卖出看跌期权会根据股价走势去调整。比如说，如果它持续的在120震荡，那么我选115就能拿到比较多的权利金。但是如果股价就开始反弹了，走了130甚至140上方了，那么我再去选115呢，就拿不到权利金了。所以呢，我会根据这个股价来决定。股价涨得太快，可能这个短期的 sell put 计划就暂停一下。如果股价比较稳定，甚至下跌，那么就继续做这个短期的 sell put，通过权利金来赚钱。我现在的计划是 SATS 回声新通讯，它在 SpaceX 上市的时候，大概6、7月，股价没有跌破125的情况下，我其实是能够获利不少的，而且这些盈利大部分会是从卖出看跌期权来获利。刚刚在说太空股的时候，我都提到了 SpaceX，提到5月12号 SpaceX 它的新舰会进行下一次的试飞。那么刚好在之前 SpaceX 出了新建的第一个 documentary 纪录片，也就是屏幕前为大家呈现的这些视频，大家可以去下载 4K 视频，在自己的大荧幕或者是电视上观看，非常的震撼，强烈推荐大家在5月12号新建再一次试飞之前把这支纪录片看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5月12号新建的震撼 V3 试飞。接下来几分钟，我们来聊加密，涉及到我持有的2只股票 Circle 以及 Strategy MSTR。我们知道最近比特币是企稳了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 Circle 呢，今天早上我发了条推文，它有一个算是中性偏利好的消息。为什么我说中性偏利好？其实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消息是利空的，现在有一点转机了。什么消息呢？最新的 Clarity Act 法案，据说它有一个新的规定，就是说，虽然像 Circle 这样的稳定币公司，它不能像银行那样宣传 ，OK， 你在我这里存 USDC， 你可以获得多少利息这样的宣传或者机制，但是呢，Clarity Act 会允许稳定币发行商设计某种奖励机制。只要你这个机制能够通过监管的测试证明它不等于存款利息，那么你就可以对于持有稳定币的客户实行间接的奖励。所以我认为呢，这是一个有规范就是利好，而且比之前的状况要好一些的这么一个结果，对吧？我就说这是利好 Circle。Circle 的图形说来说去还是一样的，近1年的筹码峰下方是83，而前高是135。我自己个人是在前高附近把一半的 Circle 卖了，然后呢，当它剧烈下跌的时候清仓了，现在在98买了回来。其实98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往下呢可以跌15%左右，往上呢可以涨37%左右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盈亏比不错。虽然在我买入之后又下跌了，不过周五反弹来到了目前持仓的成本价，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在刚刚为大家解读的这个 Clarity Act 最新的消息的背景下，相信随着比特币企稳 ，Circle 的股价很有可能可以再去冲一下紫色虚线这个前高135。那么到底135要不要卖呢？到时候再通知大家。因为如果它直接冲破135，那么我肯定不会去卖。如果像上次一样冲不破，眼看可能要下跌，我可能就像上次一样直接卖掉。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或者我的 Twitter， 或者加入我的 Patreon， 这样能够跟踪我最新的操作。
然后简单说一下 Strategy MSTR，Strategy 这家公司，我从它股价400多开始定投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么刚刚也提到，5月1号进入5月第一天，我又完成了5月的定投。这么一路定投下来，我的平均价格是200不到了，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目前 Strategy 价格是接近180了，我觉得很快我就要开始赚钱了。那么赚钱之后呢，为了控制仓位，可能就要停止定投了。具体再来看我的资金这个仓位分配情况。那么我的股票呢，应该不会卖掉，因为 Strategy 这家公司，我一开始的计划就是每月定额定投，然后持有。如果回本了，那么我也应该坚持这个计划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们来看 MU 美光以及 LITE 这两家公司。先来说美光，美光呢是我为父母的这个退休仓位建仓的股票。而且在我卖出了 INTC 英特尔之后，我用那一部分钱又加仓了美光。目前我的持仓成本是400不到，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了接近550，最近几天在持续的新高，而且图形短暂的20均线跌破蓝色60均线之后，又回到了多头分布，非常的好看。这一波涨幅非常的夸张吧，我自己持有的美光仓位也是收益来到了40%，虽然没有 INTC 几乎翻倍收益这么大，但是我在之前的 Twitter 告诉大家，在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买美光，而不是去选 INTC 英特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从远期市盈率来看，美光是相当的低，但是英特尔已经飞上天了，而且 FOMO 情绪太严重了，所以 Ace 个人不支持或者不建议大家在二者选一的情况下，非要去追高 INTC， 我觉得美光完全是更好的选择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LITE 这家光通讯公司，这家公司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好，未来也是很有前景，只是说股价有点贵了，涨得有点多了。现在存储板块、光通讯领域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我之所以想说这只股票，是因为在周二的时候，我看到它的股价跌破了红色20日均线挺多了，一度来到800左右，最低点好像是790。那么我就告诉大家，这个点位可以去尝试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我相信不管是这里的 LITE 也好，还是刚刚说到的美光科技也好，比如说美光科技在3月底4月初，它明确的离前高有点远了，那么它创出新高应该是迟早的事情，因为很多其他股票基本面还没有他们好，新高都已经屡屡的在创出来了。所以像 LITE 这样基本面很好，而且过去几乎1年的时间，它根本没有跌破过蓝色60日均线，跌破红色20日均线的时间也是比较短暂，都会往上走，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短期的机会。如果你在800左右买入，现在的位置收盘价是950，确实也是创出新高，这个收益短期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我自己虽然对于 LITE 以及其他光通讯板块的个股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研究，也确实没有仓位分配给他们了，但是接下来呢，我还是打算抽一些时间持续的去学习，了解一下目前 AI 基础设施板块的一些基本的信息。说到 AI 基础设施，我就要提一下 Cerebras， 因为我在本周出了一期关于这家公司的个股分析视频，它的上市代码是 CBRS。今天早上 Bloomberg 彭博社就说Cerebras 要上市了，他们可能想要融资金额达到40亿美金，然后呢，可能在下周就开始一些路演的活动了。看来 Cerebras 确实是要上市了。我自己在个股分析里面也提到了对于这家公司投资的看法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我长达30多分钟的非常硬核的关于 Cerebras 的个股解析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大家通过 Patreon 加入我的会员社群，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，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小长假，我们下周再见。